在无边的非洲草原上，水源稀缺，高温60度。柯西是一位将近40岁的美国单身汉，而艾美28岁，却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。节目组精准的匹配机制让两人在眨眼间相遇，尽管内心激荡，他们却表现得若无其事。在介绍完各自的求生工具后，艾美手持祖传开山刀，柯西携带生火工具和一口锅。两人开始研究地图，确定水源位置，为接下来的探险做准备。然而2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发现自己迷失在茫茫的沙漠中，心头疑虑渐浓。地上散落着一些未腐烂的动物骸骨，成了他们唯一的线索。或许今天还能品尝到一锅热腾腾的骨头汤。虽然望眼千里，依旧是一片沙漠，但他们决定继续前行，放下疑虑，一直走到下午。两人终于发现了一个小水坑，水质看似不佳，但眼前的局面不容挑剔。于是他们在周围找到一片灌木丛，选择在那里搭建庇护所。天刚亮，两人急匆匆地收集材料，将采集到的树枝围成庇护所。艾美找到一个精致的鸟巢，成为生活的理想工具。天梭负责搭建营地，海尔则检查生活用品。两人默契的配合令人惊叹。尽管喝下一大碗带泥沙味的热水，虽有点苦涩，但只要不拉肚子已经是幸运。非洲北部的昼夜温差极大，到了晚上，尽管火势旺盛，艾美依然感到寒意。艾美试图入睡，但寒冷使她难以入眠。最终，她无奈地躲进柯西温暖的怀抱。天亮后，艾美显得得意洋洋，尽管身体有些疲惫，但她的精神状态却不错。柯西被吓坏了，赶紧呼叫节目组。医生经过检查后也无法找到问题，艾美的身体竟然没有任何异常。或许是昨晚的经历让她有些受刺激，这一切变得令人匪夷所思。第4天，两人再度携手狩猎，发现树上的蜥蜴较小鸟更易捕捉。经过烤制，艾美吃下了3碗美味的蜥蜴，天梭则巧妙制作了捕鸟工具。在设置陷阱时，他们成功抓到了一只小鸟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小鸟在柯西手中飞走了。柯西颓废地向在营地的艾美诉说，而他却理解并宽慰着柯西，反而是柯西陷入自责之中。夜幕降临，冰冷的风吹过，两人不得不通过持续运动来取暖。为了寻找食物，不得不一个人外出设置陷阱，设计出极具狂野风格的陷阱。然而这也让天梭感到疲惫不堪。庇护所被加固后，寒意仍旧难以挡住，于是麦克再度出战，而艾美则用简陋的陷阱成功捕捉到了2只老鼠，它们被煮成了一锅老鼠粥。尽管天梭感到满足，但艾美却再次因为吃老鼠而哭泣，心中充满了阴影。季风让沙漠异常寒冷，导演为他们提供了牛皮以提供温暖。可好景不长，一群狮子突然光顾营地，使得艾美整夜无法入睡。待到天亮，两人心生怂恿，饥寒交迫。此刻的困境不仅仅是食物匮乏，狮子的降临也让他们感到生命威胁。柯西提出退出比赛的念头，然而艾美却力劝麦克坚持一下，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了整整10天，不应该轻易放弃。天梭无意间捡到了狮群吃剩的牛腿，虽然几乎没有肉，但他将骨头巧妙地加工，剔取骨髓，为两人提供了一顿既营养又可口的午餐。这一系列的挑战让两人陷入了更深的考验，不仅仅是对于生存技能的检验，更是对于心理和团队协作的磨练。然而艾美和柯西的坚持与默契令人敬佩，他们在极端环境中的奋斗令人为之动容。夜幕再次降临，骨髓的香味吸引了周围野生动物，俩人急忙加火，唯一的生存屏障犀牛大哥在门口徘徊，体型让树枝无法挡住。幸好犀牛仅观望，没有攻击，似乎对这2个人类充满好奇。整夜两人只能茫然对望，对比赛的犹豫愈发强烈。第2天，艾美照常出门，却突然尖叫。柯西赶来，原来柯西的陷阱捕到了一只小鸟，这无疑是意外之喜。考虑到他们饥饿的边缘，这只小鸟宛如救命稻草，柯西不得不痛下杀手，而艾美看不忍心，只能把头扭向一旁。烤鸡香喷喷出炉，艾美再次上演真香定律，虽然哭得有多惨，但吃的却有多香。烤鸡外酥里嫩，美味极致。晚上，他们再次钻进牛皮，然而今夜的寒冷格外刺骨，难以入眠，只能趁着白天气温稍高时补上一脚。半个月悄悄溜走，雷声轰鸣，一场大雨即将降临。这时，两人彻底慌了神，本已寒冷的环境再加上雨水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。艾美哭着劝柯西退出，一同面对这糟糕的天气。麦克也受不了了，与艾美做出约定。然而当麦克用电话通知节目组自己要退出比赛时，海尔却突然反悔了。麦克感到脑子嗡嗡作响，难以置信这是否是耍人。然而节目组毫不给他后悔的机会，麦克稀里糊涂地退出了比赛。如今挑战者只剩下艾美一个人，而他已经对打猎失去了兴趣，一个人坐在营地凝视着篝火，
思考着未来的选择。时间已经流逝到了第20天，艾美端着盆出门打水，发现天梭留下的陷阱竟然再次抓到了鸟。然而艾美心慈手软，饥饿让她放生了这只小鸟。如此坚持，艾美终于饿到了最后一天。她披着节目组提供的牛皮，朝着撤离点出发，5公里左右的路程，但艰难的坚持使她终于站在山坡上向下眺望。节目组的车缓缓驶来，我们为艾美的挑战成功感到欣喜。她独自拿到了10万全额奖金，而麦克的心情无法预测，未来的挑战者又会是谁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